各位同学，时间到了，我们开始上课。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关系表格学习专题的这个内容。然后今天主要学习的是这个表格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说这个关系学习一般人也会把它叫做这个图学习这都是可以的。首先，这种关系学习或者说图学习呢，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比如说像社交网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电商网络这个你像电商网络呢，就是用户跟物品跟商家，然后以及用户跟用户之间的这样构成了整个的电商网络然后像我们这个专题所涉及的这个关系数据库那么这些二维的表格之间呢，主要是靠这种外件之间的关系，然后进行这个连接的从而支撑起非常丰富的各类各样的这个信息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好，那么什么是这个图学习，或者说什么是关系学习呢？你像一些比较典型的这个具体的应用就像一些这种社交网络或者说电商网络中的一些节点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比如说我们有可能去预测一个用户的他的这个年龄从而对应的给他推送不同的这个商品然后还有一些像这种链接预测比如说我们在刷一些像 TikTok 或者小红书、快手之类的，然后或者甚至是淘宝，它其实也是希望给我们推荐一些商品或者说一些视频，它其实就希望我们这个用户跟那个视频、那个商品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同样的，它其实也是会不断的给我们推荐一些博主然后我们去跟他们建立一个这个粉丝和互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还有一些是做这种图集的这样的工作，就比如说有些生物制药或者说生命科学领域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设计出一个蛋白质然后呢他或者说要治疗一个疾病，然后他们有可能是要设计出某种抗生素或者说蛋白质之类的。然后呢，因为这个你穷举整个物理世界、整个自然界中所有的可能，其实这个肯定是一个幂次的肯定算不过来。那么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加速的的事情呢？然后你像所以说呢，在这个生命科学领域呢，这种做图集的这种分析的也是很多的。然后这节课呢，我们为了这个简单起见我们就本着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来进行学习我们这里呢用这种图上的这个节点的这个标签预测这个任务来进行这个学习。我们可以看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呢里面只包含了这个9个节点，而且这个节点呢我们进一步把它进行简化，就是说这个节点上没有任何的属性，没有任何的特征所以说这个图的信息呢就是这些节点以及节点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对于节点分类这个任务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一共是有正负2类，然后每一类呢它都有2个这个标注的样本，然后我们节点分类的这个任务呢，它就是去预测剩下的所有未标注的这个节点的这个 label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节点分类的这个例子来一起看一下到底该怎么样来做这种图学习或者说关系学习。那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浅层学习的这个方法因为尤其是在这个2013年深度学习爆发之前然后基本的这种图学习的工作都是这种浅层学习那么它有个特点，就是说它这类方法它首先它肯定是不借助于神经网络来进行实现的其次呢它一般来说参数呢都比较少
然后而且呢，它一般来说所涉及到的这个数据量也会比较少。好，首先我们简单想一想，假设你没有学过这种图学习的话，然后你来做这样的一个二分类问题，你怎么做？啊，当然有可能你们学过原来的一些机器学习的课那么你们肯定可以考虑这样来做。首先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 graph， 然后呢，我从这里面找出这个样本的这个特征。但是呢，因为它每个节点它其实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征，就没有任何的属性，什么姓名啊、性别都没有的，就是单单的节点。那么你要是硬找特征呢，那只能从这种图结构的关系来找。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来找一个这个特征出来。那么就是对于每一个节点呢，它的这个近邻关系，然后就是它的这个特征。然后呢，假设这里面有 n 个节点呢，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 n 乘 n 的这个近邻的临接矩阵然后用来做它的每一行用来做每一个这个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原始特征，我们就可以给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呢，我们有了特征，然后另外呢，我们要训练分类器的话，我们要有标注，对吧？但是呢，这个标注呢一开始就已经给好了，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列出来就可以有了这两部分内容呢，其实它就转化成了，或者说就非常的适用于这种传统的机器学习的方法比如说 SVM， 或者说像一些什么线性分类器或者说 K 近邻分类器所以说通用的这种分类器都是可以用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去解决这种图学习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呢，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是用这种特别传统一点的这种非图学习的方法，它会存在哪些问题呢？首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它这个特征。大家来看这里面这个特征呢，它是一种其实就是它的近邻关系。我们都知道，当你这个图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是10亿或者1亿的这个量级，那么你对每个节点呢都会有一个10亿或者说1亿这种量级的这种长度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它用来后面去做这种分类器的训练它是非常的耗时的因为它这个数据量太大了此外呢机器学习还有一个理论叫做这个为数灾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这个输入的这个 x 所训练的这个数据那个特征非常高的话，而且呢尤其是它是非常稀疏的这种特征它那个所训练出来的这个分类器的效果往往都会不太尽人意这就是这个机器学习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为数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在实际应用中如果你是这样来做的话它的效果往往也是比较差的。那么如果是图学习的人来做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来做呢？我们首先可以一块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这个一个空手道俱乐部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它这里面的所有的节点呢都是这个空手道俱乐部中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人，然后呢他们一般是分成2个队伍进行比赛的所以说这个 level 呢其实就是这个不同的2个队伍。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呢，就是这里面具有相同颜色的这个节点，它们基本上都是存在一个互相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它们这个标注不太一样的这2类节点之间呢，它们的关联就会少很多这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么所以说这个做图学习的人啊，他们就会从上述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中来设计这个方法具体来说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基于一种机器学习中的这种协同分类或者说协同学习的这样一个思想尤其呢是在这种场景下呢，它这种协同呢，更多的强调的是这个通过这种链接关系，然后两个节点或者说节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就看两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潜能学习的这个方法。第一个呢是这个邻居家庭投票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这个基本思想就是说，是这个每一个中心节点或者说当前节点，它的这个标注是应该由它的这个邻居进行这个投票所决定的。然后这个呢，在我们生活中其实也比较常见。就比如说这个各位同学，那么假设我不知道一个人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系的，是吧？但是如果我知道他的经常在校内联系的这些同学是哪个系的，那么大概我们就能够推测出这位同学的这个院系是哪个。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的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式子首先呢，我们用这个 yi 然后等于这个某一个标签呢，然后它是 conditional 这个它的这个邻居。然后呢，这里呢后面等之右边这一项呢，就是做一个邻居的这个加权的投票。然后我们这里为了简化体验呢，我们认为每个邻居的它的这个权重都是一样的。然后在这个加权之前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除法，这主要是为了进行这个规划以避免这种什么梯度爆炸的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通过迭代导致的这个数值爆炸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在做算法实现的时候该怎么来做呢？它基本上来说它是包含两步的。第一步呢，就是说我要保证原来的标注不变。就比如说这里面的1、2、6、7，它原来是有标注的，那么这个标注的结果呢就永远都不变。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呢，不断的去进行一个邻居的投票来决定一个当前节点的这样的一个标注然后进行这个不断的迭代，直到这个我们这个值呢开始收敛这就是这种基于这种邻居投票的这样的一个算法的思想。那好，我们这里呢一块就看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然后还是刚才这个图然后呢首先这个已经标注的那么4个点的这个 label 或者它这个值就固定不变了，我们就先不管。然后呢，对于每一个未标注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呢，我们把它值呢给它的这个潜在的这个 label 的这个值呢，我们就设置为这个0.5我们这里面用0代表负率，然后1代表正率那么这些无标注的节点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中性节点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让它设置为这个0.5。然后呢，对于剩下所有的这种未标注的这个节点呢，我们就开始进行这种邻居投票比如说我们这里呢，先看节点3，对于节点3呢，它的这个邻居呢是1、2、4这3个点，就是这3个1、2、4。然后这3个点呢，其中有2个都是有标注的，然后1个是无标注的。反正我们都知道这3个节点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标注
那么我们就带入这种邻居这个加权投票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们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节点3呢，它的这个标注呢就等于这个1/3括号后面是这3个邻居的这样的一个标注的累加，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 V3 当前轮子的这个预测呢是这个0.17。那好，然后就同样的对于这个 V4 呢，我们也是进行一个邻居的这种加权投票。V4 呢，它的邻居呢是1、3、5、6，就是这4个。那么同样的，我们带入那个前面的那个邻居投票的这个式子，我们得到了它的这个投票的这个结果是0.42。然后继续呢，我们进行这个循环，把所有这个未标注的这个节点都算一遍，我们就得到了这个V5的这样的一个邻居，就是基于邻居投票的这样的预测的结果。好，然后呢，当你把所有未标注的节点都算完之后呢，你会得到第一轮的这样的一个预测的这个结果。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这个4个一开始有标注的节点的这个标准是一点都没变的，00，然后是11，是这样。然后其他未标注的节点呢，都开始进行了一些这个更新，是这样来算的。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去重复迭代这样的一个邻居投票的这样一个过程。比如说第一轮迭代就是刚才的这个结果，然后把这个结果带到进行复值，然后继续进行这个邻居投票，你就会得到第二轮的这个结果。然后同样，你再把这个结果再带进去，你就会得到第三轮的这样一个结果。然后你一直去算就好了。然后算下来呢，比如说我们这里是第5轮，假设它至少从数值上来看，它跟上一轮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认为它是已经收敛了。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终止我们这样一个邻居投票的过程。然后得到了终止这个最终的这个收敛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标签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判断主要是和这个临界的中间点0.5这个值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所有这个未标注的这个节点进行分类然后你像这里呢，像这个未标注节点是58型的，它的这个最终得的预测值呢是明显大于0.5，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就会给它出一个正的。然后你像这个节点3呢，它的这个最终的预测的结果呢是小于0.5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出一个负的。然后节点4呢，它的这个预测值呢是和这个0.5比较相近的，就是这个0.51，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出一个这个偏中性一点的这个，或者说它有可能是介于0或者是1，它处于一个中间状态，我们就给它出一个后一这样一个。然后所以说呢，其实到最终呢，我们这个结果呢是通过这种和这个中间值0.5进行比对来算。所以说在实际中大家去设计方法编程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这种保守一点的，说它这个数值不再变化，你也可以选择它这种相对于0.5来说它不再变化，就说白了它的最终的分类的结果不再变化，你就可以停止你的迭代，也是可以的。然后这里呢，虽然我这里举的例子呢是非常简单的这种01的这个2类分类问题然后对于这个多分类问题，就是说多标就是说这个标签的值是有可能是更多的0、1、2、3、4、5、6、7、8、9、10这种同样的，你也可以基于这样一个思想进行设计，只不过有可能你对于这个标注的这个预测出来的这个值你要额外的设计一下，关于这个多类的
所以说这些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相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浅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一般人把它叫做label propagation， 就是标签传递，也有人把它叫做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的这个方法都是可以的。然后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说，尤其是相对于前面大家看到的这种邻居投票的这个方法之上呢，他说我在我这个标签进行迭代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标签不光是由我的这个邻居的投票所决定，而且也要同时考虑到我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标注所以说呢，它这里面这个一致性它主要是包含2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说和我的这个邻居保持一致另外一层含义呢是和我的这个自己保持一致因为我是自己是有自己特色的所以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这个思想这个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应该也是非常有道理比如说一个同学是吧？你要是非得说你这位同学身边的朋友是什么样，那么这位同学就是什么样这句话呢，有点过于的这个武断因为一般来说呢，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自身是有最强的最硬核的应该是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能力而不应该是被一些这个环境所过度的这个干扰所以说呢这个标签传递这个方法呢，就相对于这个上一个的这种基于邻居的这个投票的方法呢，进行了这个改进，主要呢就是说要强调自己的标签要每一轮迭代过程中呢，都要对自己的下一个标签呢产生作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来设计它的这个方法。因为上一个方法我们看的是2分类问题，然后这个方法呢，我直接把它给转化到了这个多分类问题就是说它有可能它潜在类别是多类的。我们看看这类方法该怎么设计。首先G 代表一个这个图的这个邻接矩阵，然后呢，我们用 F 来代表这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预测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它一共是 n 个节点 C 个类的话呢，我们会得到一个 n 乘 C 的这样的一个矩阵。那么对任意一行它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标注结果，应该是它这一行这个向量这个标签向量中的最大值就可以了所以说这样的定义呢，就可以来处理这种多分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上一个简单的2分类的这个问题。那么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这种标注的信息这个标注信息呢我们就这么用 Y 来表示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标签传递呢首先呢，它将这个图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呢进行了一个规划
而且它这里面的这个归一化呢是这个左右这个各的是负1/2次幂啊，这个呢是应该叫做这个对称归一化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它就相当于你按照这个行的度和列的度啊都进行了这样，都考虑了这两个情况，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归一化。那么归一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列出来这个标签传递啊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啊这样的一个迭代公式，它其实就是我系加1轮的这样的一个标签结果呢，等于我上一轮的那个结果呢进行一个这个预测啊，就是这个基于这种邻居之间互相传递标签，然后呢再加上它初始的这个标注，就是后面的这个一项，然后这里面的这个一个超参阿尔法，它就是用来调节，就是从自己身上拿标签，还是从邻居拿标签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就说白了，它更加的这个坚持了这个加了一项，就是坚持自我，就是部分坚持自我，通过这种一个超参阿尔法进行这个调节，就是后面这一项。然后呢，它的这个你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式子进行不断的迭代是吧？然后最终呢，假设你收敛了，那么你收敛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每个节点这个标签啊，其实就是这个你最终的收敛的结果啊，矩阵 F 星，然后对于每一行它的其实就是每一个样本每一个节点，然后它的这个里面最大值的那个对应的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标签，就是这个式。然后我们一块儿来比较一下这个方法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基于这个邻居加权投票的这个两个方法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呢，其实这个方法它就相当于是多加了一项，就是后面这一项它是多加的。如果呢你是把这个后面这一项完全去掉，然后你也不考虑这个超参的话，它其实第一项它其实就是一个邻居的这种投票因为这个 S 其实就是一个归一化之后的这个邻接矩阵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个邻接矩阵是吧？它其实就是你去乘以这个邻接矩阵的话，就相当于基于你这个邻接矩阵的这个近邻关系，然后进行一个消息传递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说这个一致性的这个方法，它其实相当于这个邻居加权投票，它主要就是多了后面这一项，就是坚持自己的这个初始标签的这样一块。好，这个呢是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迭代的这个过程它跟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邻居投票一样，大家是可以去模拟编一个程序比如说你用这种递推的这种方式去模拟这样的一个迭代的过程，然后直到它这个 F 的这个值收敛或者说不太变化，或者说你也可以是这种它的最终的这个标注就说白了每一行的最大值的这个位置不再变化，你就可以进行一个停止，这样来做。然后这里呢我们考虑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更加优美的这样来做求出它的这样的一个值呢？首先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迭代过程，它的这个公式或者说是一种这个累积迭代过程之后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公式
这个呢是它每一步的这个迭代的过程。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可以把一个这种递推式从最开始的时候，然后一路给推下去而且它是个加法式。那么我们全都加起来之后呢，是可以写成这种累加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把这个每一次迭代都带到带给从最开始带给下一次迭代，然后呢你展开，然后再该累加该乘起来进行乘起来，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眼我们还是不太好拿到它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收敛点。然后呢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下。首先呢这里面这个 S 呢是一个归一化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矩阵，然后这种归一化呢使得这种 S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性质就是说它的这个特征值呢是在这个-1到1之间然后我们都知道，就大家原来肯定学过这种什么等差或者等比这个数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吧？直方点，我们也知道，如果是一个数呢，它是小于1的，比如说正数，简单来起见，那么它的这个幂次的这样的一个极限，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趋于0了。那么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这个好好算一下对于这个S 的就阿尔法贝的 S 的这个 t 减1次幂呢，当 t 居于正无穷的时候，它的值其实是可以趋近于0的然后另外一项呢，它是一个幂次的这个累加，其实就是我们原来学过的这种等比数列的这样的一个累加这样的一个求和公式大家也是可以带进去的。带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收敛，就是这一项的这个累加项的这个收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括号这个1减去阿尔法贝的 S 括号这个-1次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两项的这个收敛解呢带进去，我们就首先这个第一项就直接消掉了，对吧？然后第二项呢，我们带进去之后呢，就是前面的这个1减去阿尔法这个括号里的还要保留，就落下来。然后后面这个等比数列求和，然后它的这个收敛值呢带进去，然后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式所以说这个标签传递这个方法呢，它非常的优美，它有一步到位的这样的公式解就是这样的一个解。所以说如果大家用尤其是原来做那个编程设计，很多人用这个 MATLAB， 它支持的这个数值运算非常好。我们来写这个方法的这个代码呢，其实就一句话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了，就这个方法就算写完了。但是这个也说一下这个公式解的它这个缺点。我相信大家估计也是看到这个式子，心里估计也是会有些这个想法。首先就是它这个矩阵求逆的这个操作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如果你要涉及到这种矩阵求逆基本上它的时间复杂度都是奔着 n 的3次方去了。那这个呢 n 的3次方显然我们是接受不了的你的数据量但凡大一点点，有可能几百，你就要算很久，更不要说这个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个都是上万、上百万、上千万所以说呢，这个式子呢，它在运算效率上还是会有些这个问题。当然有可能有些人说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帮你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比如说做这个求逆方面的加速甚至说这个
这个尤其是当这个矩阵呢它比较稀疏的时候，它速度能快。的确啊，但是目前据学术界所知，这种求逆的操作，而且呢，假设它是稀疏，有可能会更好算一下，它的这个时间复杂度仍然是 n 的平方以上，就是应该是 n 的2.5次幂啊这样的一个量级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时间肯定还是我们是接触不了的。对，因此呢，这个方法呢，对于我们平常这个自己来进行一个手动的这样的一个实现，我还是推荐大家用这种迭代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进行一个 for 循环，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更新，然后通过一个这个数值是否收敛，然后进行一个迭代的这个停止或者说这个控制，主要还是推崇这样的一个操作。然后这两个方法呢，应该是在浅层学习时代最知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节点分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后续呢，当然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也是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改进呢也好，或者说是优化也好就我这里简单的也给大家聊两下。就比如说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式子首先这个 S 这里面的这个 S 呢，其实就是原始的这个图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处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通过这个左右对称规划就来做的。就说白了 S 它是固定的值，说白了就是。那么有些人呢，他有可能他去做这种带权重的一些这个图数据比如说在社交网络中虽然你看不到权重，但是不同人之间，比如说他们的交互的次数不一样，它其实会有一些这个权重上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有些人呢就会用比如说算两个节点之间的这个交互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作为他们的这个权重然后把这个权重考虑进来，然后来构造这样的一个 S 这个矩阵。然后常见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有可能你给我一个这个权重值，比如说你这个交互的频率是吧？比如说一天是几次，然后呢你把它给缩放到这种0、1之间方便你这个后续的这个处理。比如说你用一些这个高斯函数之类的，把它们进行这个缩放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还有一块的这个改进呢，就是有些人呢会去考虑改进后面这一项，然后这个后面这一项呢，他说你这个过于的坚持你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标注，好像也不是很合适的。那么他有可能呢就会在这个因为你想因为第一项呢，它其实考虑了这个邻居，它第二项呢是考虑了他自己。有可能他会再加一个第三项，就考虑这个上一次迭代的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标注，然后呢就相当于他考虑了最开始的标签，以及他每一次上一次的自身的这个迭代的这个标签，以及他的这个邻居的对他投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这三个部分来进行这个改进和优化这样的一个方法，这就是这个对这个标签传递这个方法的这样的一个优化。然后在那个实际中应用中然后这个标签传递的方法结果一般还是会优于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基于这个邻居投票的这个方法。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下去这个实现一下。
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工作呢，他们是考虑把这个协同学习，然后引入到这种图上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的都是相当于单个模型在处理这个整个这个图节点分类这样一整个任务。然后有些人做这种基于这种协同学习的这种思想，他有可能为这个图结构呢引入多个分类器，或者说多个机器学习模型。然后呢，在此基础之上呢，再基于他们的这个邻居之间的关系，然后就说白了就是有标签相连的这样的一个邻居，他们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结果呢，会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整合和分类，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来做的。这也是一些这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的这个方法。好，大家对这个我们这节课讲的这个基于这种邻居投票的方法和基于这个一致性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吗？也可以在课堂上提一下。对。因为其实今天讲的这两个方法，它是一个可以理解成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基于图结构学习的这个范式啊。其实你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像链接预测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可以用到这种基于这种标签或者说基于这种邻居投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思想。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续的看一些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论文。好，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就是刚才讲的这两个方法，它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缺点然后首先它们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不太能利用这个节点上的这个标签，说错了，节点上的这个属性，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种标签传递，它只是用的这个标签跟这个近邻关系，但它没有用到任何的这个节点自身的这个属性同样的这个邻居投票，它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标签，它也是没有用到这个节点上的这个，比如说丰富的一些属性，它是没有用到的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也是这个浅层模型所通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参数量少这个参数量少，它有可能潜在的优点呢，就是有可能你算起来会快一点因为你这个需要学习的东西少，那个你需要的数据量也不大但是它对应的它的缺点呢，其实也是很明显就是说它不能够建模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图数据行，我们下课了。